当地时间6月19日，第54届巴黎航展在法国巴黎布尔歇会展中心开幕，会期持续到25日。据央视报道，根据组委会公布的信息，本届航展吸引了全球240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参展，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航展。据小编了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多家中国企业参展。本期影片，小编就做个总结，带大家看看中国展台都有哪些亮点。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本届巴黎航展是中国航空工业在巴黎航展展出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20家族、昆龙 AG600、翼龙 X 无人机等多项展品为首次登陆巴黎。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展区展示了一系列已在各类应急救援事件和演练中身经百战的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灭火实战中告捷的 AG600M， 在殉情当中为群众打通应急通信保障生命线的翼龙 2H 应急救灾型无人机，为补充库容、缓解旱情、全力保障人畜饮水和粮食生产用水星云不雨的新洲气象机。此外，中国航空工业与法国空客在主制造商层次开展整机联合研制，并成功在去年7月26日取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的 AC352 直升机，后续将广泛应用于搜索救援、人员运输、医疗救护、海油作业等领域。在空中攻防体系展区，由歼20为代表的主战机型领衔，展示了轰 6K、攻击11和各型机载武器等遂行对面打击任务的航空武器装备。运20展现出中国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的提升。空警500预警机、CDK-03 预警指挥机等支援保障机型展示了中国航空装备在信息化和复杂战场环境下所具备的支援保障力量。翼龙、云影和玄歌3大无人机系列展现出中国航空工业在无人机领域体系化发展的最新进展与能力，以歼10CE 这一明星机型领衔。FC-1 枭龙战斗机、L-15A 高级教练机、直 10ME、直 19E 武装直升机、运 -9E 运输机等产品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具有国际市场潜力的新一代高技术航空产品。现代民用航空产业体系展区展示了民用客机新洲60、通用飞机运 12F、中型多用途直升机 AC352 等备受关注的机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展出长征2号丙、长征2号丁、长征3号乙、长征4号乙、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7号、长征8号、长征11号等运载火箭和东方红3号 E 通信卫星、亚太6D 通信卫星、陆探1号卫星以及中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火星探测器等模型。其中，长征7号运载火箭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满足中国空间站工程发射货运飞船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目前已完成6次天舟任务发射。长征8号运载火箭定位为新一代主力中型火箭，于2020年、2022年分别完成2种构型首飞，采用绿色环保液体推进剂，按照模块化组合的思路进行研制，填补了中国3吨至5吨太阳同步轨道能力空白。亚太6D 通信卫星模型为首次在国际航展中展出，该卫星于2020年7月9日成功发射，是中国首个 KU 频段全球高通量宽带卫星通信系统的首发星，实现了对亚太地区民航热点航线的重点覆盖及亚太地区船舶航线的全面覆盖，满足了亚太地区用户海事通信、航空机载通信、陆地车载通信以及固定卫星、宽带互联网接入等多种应用需求。卫星也多次为神舟飞船等系列国家重大任务提供宽带卫星通信服务保障工作。中国商飞公司向公众展出了2款主力产品 C919 大型客机和 ARJ21 支线飞机的1:20模型。从差距明显到同台竞技，从总体跟跑到主体并跑，巴黎航展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程。
巴黎航展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展览，无论军民，无论大小，各家公司都会安排最新最炫的产品前往表演，同时也会伴随着大量订单。巴黎航展每2年举办一次，上届因受疫情影响停办，因而本次超级火热。据称有158架实物飞机参展，波音777-9、737 MAX 10和空客 A321、XLR、A350-1000 等悉数亮相，其他各型公务机、直升机、战斗机和轰炸机等也非常多。本届航展一开幕就宣布了迄今为止民航业界最大的订单，那就是印度电缆航空的500架空客 A320neo。考虑到印度航空去年也订购了470架飞机，这2年印度实在是出尽了风头。根据统计，空客此届收获831架订单，波音收获356架。不过遗憾的是，中国内地企业没有在这届航展上宣布任何订单。受疫情等的影响，中国民航3年亏损4000亿，许多企业已经多年未尝过新飞机是什么味道了。中国国产飞机在这届航展上也没有任何建树。有消息称，中国多家企业携模型参加了本届巴黎航展，并没有实物。也许是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无论是 C919、ARJ21 和新舟60，还是军机、通用飞机和无人机产品，均没有任何成交消息，非常遗憾。比中国更糟糕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向来是巴黎航展的大户，米29、苏30和图144都曾是巴黎航展的明星，但今年俄罗斯被拒之门外，这导致参加表演的实物机型虽然数量繁多，但种类不够丰富。希望下届巴黎航展时，中俄都能真机参加，都能拿到丰厚订单。不过这次航展，中国展区最让小编意外的还是摆在货架上的歼20。按照惯例，一般来说，只要参与大型国际航展的产品，大概率都会进行出口。难道歼20也要开始外卖了吗？如果不准备出口，就这样摆出来，难道就不怕泄密吗？很多人都还记得当年的珠海航展即将开幕时，很多人都猜测歼20会不会出现，结果出乎意料，歼20直接飞到航展的，让国人大呼过瘾。虽然在巴黎航展上展示的仅是一架歼20模型，但这是同比例缩小模型，歼20的各项细节一目了然。难道歼20真的要对外出售吗？亮相巴黎航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他们肯定有6代机了，这是外国网友看到歼20现身巴黎航展后内心的真实想法。按照中国装备一代、研发一代、展望一代的优良传统，歼20大张旗鼓的亮相巴黎航展，很可能意味着它已经不再先进，而且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先别急着咨询价格，这次展出的歼20有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歼20标注的型号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按照惯例，一般中国出口型号的装备在编号时会在后面增加一个英文字母 E。很显然，这次展示的歼20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歼20在巴黎航展上亮相，并非为了对外出口。如果仔细想想，如今出口歼20也根本就不可能。别的暂且不说，美国的 F-22服役后也没有到处出口，毕竟这是真正压箱底的装备。虽然歼20经历了好几个版本的升级，包括换装涡扇1.5发动机、升级双座板等，但它的很多性能依然处于不断的改进和提升之中。短期之内想要买到歼20是不可能的，而歼20却高调亮相巴黎航展，却有着更重大的目的。你要是相信，你就上当了；你要是不相信，那我就先量产了。而且敢将歼20公开展出，则说明了2个问题。首先是对歼20技术的高度自信，我可以不卖，也可以不使用，但不可以没有。简单的说，就是展示给你看，让你知道我们装备技术的强大。除此之外，这也暗含着网友们猜测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6代机技术或许已经取得突破。如果你仔细观察，在巴黎航展上还展示了名为高达的装备，再加上此前关于南天门计划的传言，以及水滴飞行器方面的突破，种种迹象表明6代机或许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无论怎么样，歼20敢对外展示，我们要么已经有了更先进的装备，要么是有了替代品。至于真实情况是什么，就让西方去猜吧。好啦，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歼20对外出口，你认为哪些国家不能卖？定价多少合适呢？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